这个你画我猜游戏是我在春节期间闲着没事做开发出来的，地址就在屏幕上，简介和评论区能够找到，不需要注册，不需要安装，打开网址就能开始玩。你现在可以去试试。这是我从学校毕业之后第一次开发游戏，所以选择了一个技术架构相对直观的游戏类型——社交游戏。而你画我猜则是交互最简单的社交游戏，不需要任何的交流，一边只负责画，另一边只负责猜，堪称是最适合社恐的游戏了。考虑到我的粉丝观众基本上都是程序员，程序员又是最社恐的，可以说是非常宠粉的一个选择了吧。这次开发用的大模型是 Minimax 最新的 M2.5，因为 M2.5 是小模型，激活参数只有10 B，主打的是小快灵，所以在整体的架构设计和技术选型上，我也做了相应的调整。好吧，其实我一开始没有怎么调整，然后是一直抽卡，一直碰壁，花了差不多2天才摸索出来了一些窍门。首先，最重要的一个教训就是架构不要整复杂了。我刚开始的后端 API 架构是很中规中矩的，一个 HTTP 用来传输基本的数据，一个 WebSocket 用来做游戏的实时同步。在 HTTP API 的前面有一个 Redis 负责缓存，后面有一个 Postgres 作为主数据库。这一套设计可以说是我的经典起手式了。但这里就很容易出现各种状态冲突问题，就比如说新玩家加入游戏房间的时候 ，HTTP 和 WebSocket 都会更新，而在 Redis 和 Postgres 上也都会有记录。这样一个状态就会被4个组件经手，在任何一个步骤出问题，都会造成不同步的结果。当然，我不是说 AI 写不出来正确代码逻辑，但是你没必要让它去承受这个额外的复杂度。这样做除了撑大了你的上下文窗口，给 debug 制造额外难度，吃掉了更多 token 之外，其实没有什么好处。所以到最后，我砍掉了一半的技术栈，前面只用 WebSocket 做所有的通信，后面只用 Redis 作为主数据库，最后就只保留了一个通讯渠道和一个储存终点。结果整个生成效果就得到了肉眼可见的提升。第一版生成代码只有2个小 bug， 从生成、测试到修复只用了10分钟就完成了。另一个实用小窍门就是对于小模型要慎重选择相对小众的技术栈。在我最开始的版本的 prompt 里面，我想赶时髦，所以在前端开发上选择了 SvelteKit 和 GraphQL 这2个在国内都挺冷门的架构，而这就导致了语法 bug 怎么修都修不完，折腾了半天，我连业务逻辑都没有机会去看到。而在我改变策略，把它们换成了主流的 Vue 3加 Express.js 之后，语法的 bug 就瞬间完全消失了。很显然，这就是因为激活参数少的小模型对冷门技术的熟悉度不会很高，但这也是一种取舍。参数少能够换来的价值很多，比如足够轻量化，对于私有化部署的钱包非常友好。而最重要的是，参数少就意味着思考链路更优化，推理速度更快。我们都知道，更大、更快、更便宜是不可能三角。前段时间开发那个视频通话平台 O2O 的时候，我全程都是手动做测试，然后把问题反馈给 AI。这不是因为我很想做 QA， 主要是大模型行动比较缓慢，会把整一个开发时间拖得很长。而在这个你画我猜游戏上，因为 M2.5 的速度够快，我可以让它自己去做测试，自己去找 bug 修 bug。而我唯一要做的就是提前搭好本地测试环境，比如说我在这里就选择了全套 Docker 打包，这样 AI 每次改完代码之后，就可以直接调用我的电脑上的 Docker 做本地部署，然后把业务流程从头到尾都模拟一次，自己去看 Docker 的日志，发现有什么 error log 就自己琢磨，自己修，修完之后重启 Docker 再来，一直到看不到 error log 为止。这里就能体现出小模型的速度优势，因为修 bug、启动 Docker、跑测试、看日志、分析错误、再修 bug，这个循环要发生很多很多次，累积下来能够省下很多时间。那么省下来的时间可以干嘛呢？那当然就是加功能了。比如说在整个开发过程中，我加上的最复杂的功能就是绘画工具油漆桶。首先，因为它是个2维平面，它工作原理跟画笔、橡皮擦这些1维的线条不一样，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对项目代码做不少重构才能够兼容。其次就是绘画工具的使用效果只能够在 Canvas 上面看到，而 Canvas 这种东西我们都知道是很难自动化测试的，而从成本上来说，最好的做法也只能够靠人的肉眼去观察，然后靠人去判断画出来这个效果是否正确。最后甚至有不少粉丝劝我找一个成熟的绘画插件直接装上去用算了，还好在我的耐心调教下 AI 还是把它给做出来了，粉丝们直呼不能接受。我现在向大家征集新功能的点子，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分享，我会选那些比较好的点子，下次直播的时候现场开发，那你们也过把瘾当一会产品经理，我来当你们的牛马，好吧。